然的停电，让黑暗中3双眼睛在一瞬间充满了疑惑的光亮。正当汉克在一片漆黑中一脸懵逼的时候，对讲机里传来一阵嘈杂无比的声音。有人说，怎么会停电？我们的监控设备全部瘫痪了。有人附和，所有探测设备也全部宕机，中控室什么都看不到了，敌我识别系统停用。有人问，怎么回事？这套别墅不是有2条供电线路吗？有人答，2条3条的有个屁用啊！现在关键是没电了，后勤保障的负责人呢？为什么没准备应急电源？有人吗？谁也没说过要安排应急电源啊！就算是 FBI 出门执行任务，只要不是去中东、去阿富汗，也不会每次都带着应急电源啊！这么多设备，这么大功率，什么应急电源能满足？康明斯柴油发电机组啊，那我是不是要弄一辆供电车过来给你用 ？Shit， 你他妈抬杠是不是？抬杠？你知道光中控室和楼顶的各种监控设备功率有多大吗？长个嘴你就瞎他妈扯淡，张口就来啊你！因为突如其来的停电，一向专业的团队此刻都有些蒙圈。对于双线路供电的别墅区，10年8年也很难遇到一次停电。而且这套房子原本就是民房，罗斯柴尔德家族买下来是为了监控隔壁的周家庄园。在他们看来，这种行为就等于一群老虎等着抓一只老鼠，是完完全全的碾压之势。况且这离纽约只有几十公里，完全处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大本营，每一个人的安全感都高得出奇。大家最担心的是他们要抓的那只老鼠会不会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悄悄溜进周家别墅？谁也没想过老鼠会有胆子溜进老虎窝。这种感觉就好像警察布下天罗地网，等着抓一个犯罪嫌疑人，他唯一担心的是犯罪分子不来或者跑掉，从不会担心犯罪嫌疑人赶进他们的前线指挥部。所以汉克在初到这里做安全评估的时候，从未想过这地方会被人偷袭。而且即便是现在已经停电了，他也没觉得这是有人要来偷袭他们。相反，他此刻下意识地觉得对方一定是刻意制造了停电，想借机偷走4方宝藏。毕竟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手下虽然架设了大量高科技设备，能够做到全方位无死角的严防死守，可是高科技设备的弊端也非常明显，这东西只要一旦没电，就完全成了摆设。玩过红色警戒这款游戏的人都有一个基本意识，饶是你造再多的巨炮，再多光棱塔，再多萨姆导弹，空地防御值拉到不能再满，只要你电力短缺，所有设备都将失去一切功效。当初建功伯要是懂这个道理，把塞浦路斯铜矿的供电切断，万破军就是在那架100门近防炮，也是徒劳一场。不过他当初太过托大，完全没有这种危机意识。但是叶晨不一样，他知道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道理，所以只要到了河边，就一定得换上胶靴，这叫有备无患。这个时候，黑暗中的汉克听着对讲机里杂乱的声音，脱口道：“都别吵了，立刻派人检修电路，其他人全部给我打起200%的精神，盯紧周家。老鼠可能要回巢了，这次我们要来一个人赃并获。”史蒂夫·罗斯柴尔德一听这话，顿时激动起来，脱口道：“汉克说的对，周家的人肯定是回来取4方宝藏了。我早就说过，那个周彼得绝对没有说实话，他一直说4方宝藏是他自己一个人换走的，与周家其他人无关。现在看来，大概率是周家人一起策划，这次回来的很有可能就是周家的人。”说罢，他叮嘱汉克道：“汉克，你们千万不要轻举妄动，一定要等他们把4方宝藏拿出来再一网打尽。记住，无论如何都不能让他们跑掉，更不能让他们带着4方宝藏跑掉。”汉克心说，这点事还用你教我，但嘴上却恭敬地说道：“大少爷吩咐的是，您放心，就算暂时断了电，我们依旧有大量人手在盯着周家，绝对不会让他们跑掉的。”一旁的罗伊斯高兴地直拍手，激动不已地说道：“爸，找到4方宝藏，我们就能高枕无忧了。”
史蒂夫也是兴奋难耐，笑着说道：“我们在这里布下了天罗地网，就怕他不敢来。现在终于等到了，看来你爷爷的判断果然非常准确。”言罢，他对汉克说道：“汉克，这次就全靠你了。如果让他们跑了，那我们都得吃不了兜着走。”汉克重重点头，保证道：“少爷放心，今天就算是一只苍蝇，我都让他有来无回。”史蒂夫搓了搓手，强压住心底的雀跃，开口道：“让大家不要轻举妄动，眼珠子都给我死死盯住周家。”说着，他咬了咬牙，整理了下衬衣的领子，表情狰狞地说道：“周家人敢偷我们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东西，还搞得我们罗斯柴尔德家族这么被动。最让我无法接受的是，他们搞出这种事情，间接还威胁到了我第一继承人的排序。这次不管抓住的是什么人，我都要亲手废了他。”史蒂夫的狰狞并非空穴来风，他原本就是家族第一继承人，结果四方宝藏被偷，霍华德忽然来了一句：“谁找到四方宝藏，谁就是第一继承人。”等于他间接被周家人废掉了太子的身份。要是这次能找到四方宝藏，只能算是虚惊一场；要是找不到，那就是无妄之灾。所以他对周家的恨甚至超过了父亲霍华德。一旁的罗伊斯开口道：“爸，这次如果抓到周家人，就不要把他们交给警察了，拿回四方宝藏，我就让他们人间蒸发。”史蒂夫点点头，上次是那个周彼得实在太狡猾，提前报警抓自己，搞得我们这么被动，这次肯定不能再犯同样的错误了。今天来取四方宝藏的人，只要被我抓住，我一定要让他人间蒸发。史蒂夫的话音刚落，房间里忽然响起一个冰冷的声音，质问道：“你打算怎么让我人间蒸发？”